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日式非常柔软的面包——舒芙蕾雪娃娃面包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准备好各种材料。这款面包呢，有奶油乳酪和海盐的加入，会有一种酸中带咸的复合味道。也因为水分大，口感呢会异常的柔软。除了黄油、海盐、奶油乳酪之外的材料呢，我们通通加入面缸里面。新手要注意的是，牛奶要是冰的，鸡蛋也要是冰的哦。面包和馒头的区别之一呢，就是温度的应用。低温下的发酵会让面包的气孔更细腻。现在我们开始揉面，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揉面呢，才能放入油性物质呢？我的解释呢是面光、盆光，因为这样面团已经有了初步的出筋，这时候加入油性物质才不会阻挡面团的延展性。之后呢，我们依次加入海盐、奶油乳酪和黄油。海盐呢，我采用的是喜马拉雅的粉盐，大概是5到10克这样子，要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定。现在我们加入奶油乳酪。奶油乳酪的加入呢，会让面团像是做了美白面膜，白了好几度。等面团完全吸收了奶油乳酪，我们再放入黄油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揉出手套膜。油性物质的放入时间点和面团的温度，还有物理机械式的揉到摔打，这3个都会帮助面团形成手套膜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温度低是很重要的。你揉成团之后呢，放在冰箱里低温发酵，第2天面筋会出现手套膜。说到手套膜呢，大家都非常在乎它，但是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说的是面团的延展性。让我们来看看面团能拉伸多长。很长很长，像绸缎一样。你看这样子的形态，你是不是心里有谱？我的面包绝对差不了。但是呢，我要给你浇一盆凉水，你往下看就知道了。开始发酵，要根据你的环境温度来。我大概是23摄氏度，发酵了3个小时。漂亮的蘑菇头结构，我最喜欢的部分呢，就是出了一个小洞。下面咱们来分团，要揉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团。记住呢，面包的表面一定要光光的，这样烤出来的面包呢，形态才漂亮。
之后呢，我们来撒粉，用我们的无名指轻轻地敲打筛网，这样子散落的面粉呢才均匀，而不是拍打筛网哦，不然会大坨大坨的面粉掉落下来。现在的画面是不是像冬天下雪一样，非常符合我们的名字？之后呢，就是175摄氏度烤20分钟，出来之后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很意外？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还记得我说的吗？温度是做面包的关键，不管是面团的温度还是烤箱的温度，这个呢是烤熟了，但是颜色过深了。我想要的是那种白色透着微微的黄色，就像初雪飘落在淡黄色的花朵一样。没关系，既然我做了，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不要让你们跟我一样。所以呢，我重新做了一份。但是呢，这次我烤盘呢包上了锡纸，防止颜色过深，150摄氏度预热烤箱。之后呢，我就放入烤箱的中下层，150摄氏度先烤15分钟。之后呢，加盖锡纸，防止表面上色过深，再烤10分钟。关于时间呢，大家根据自己的烤箱来定。出炉之后是这样子的，漂亮的白色透着一点点的黄色小腮红，像冬日里的一个个雪娃娃，每一个呢都是奶香十足，面包连接处呢都是丝丝缕缕，扣人心弦，而且面包异常的柔软。让我们来默默欣赏这款面包的盛世美颜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帮我点赞。我是何 C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